一家來自中国的公司竟然在美国把美國的國防部給告上了法庭，並且最後胜訴的概率還挺大。這家中國公司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藥明康德。今天呢，我就來給大家詳細講講藥明康德跟美國這個國家之間的恩怨情仇。從這件事情上呢，你既可以完整的了解藥明康德這家公司，也可以看到中國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互相角力的一些細枝末節。接下來呢，我先簡單介紹藥明康德這家公司的發展史，你就能知道這家公司具體是幹什麼的了，並且還能順便了解全世界的醫藥行業的格局。药明康德呢是2000年成立的，虽然是中国企業，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呢是在美國創立的，創始人叫李格。李格這個人呢是典型的高學歷技術型人才。1967年出生，從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以後，就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之後呢，也在美國的醫藥公司工作過。當時全球的醫藥行業正在发生一個巨大的變化。在2000年以前，全世界那些大型的藥企，比如輝瑞啊、默沙東啊、諾華呀，都是自己研發，然後自己生產，然後自己銷售。就好像你是賣驢肉火燒的，火燒裡邊的驢肉呢，來自你自己開的養驢場，而制作火燒所用到的小麥，也是從你自己種的地裡面收穫的，所以這就導致成本就會特別的高。這些藥企巨頭也是一樣的，進入21世紀以後，新藥研發越來越困難。以前呢，發現一個新藥可能需要5年，然後花個幾億美元。後來一個創新藥從研發到上市可能需要10年以上，並且投入呢需要超過10億美元，並且成功率還越來越低。所以這些藥企們就發現，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來做，那成本太高了。於是呢就出現了一個新模式，那就是 CRO 模式，中文翻譯過來呢就是合作研發組織。簡單理解就是這些藥企巨頭們負責提出想法，外包公司呢負責大量的實驗工作，就好像蘋果公司設計的 iPhone， 但是屏幕呢是三星生產的，芯片是台積電製造的，這樣分工呢更加明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藥明康德呢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藥明康德的創始人李格，他當時在美國的時候就發現，美國的這些藥企巨頭啊，擁有海量的資金和非常強大的創新能力，但是研發新藥需要用到大量的醫藥人才，美國的人工成本呢又特別貴，這就導致他們的藥物研發和實驗成本非常的高。而中國呢，剛好擁有大量的醫藥領域的科研人才，但是又正好缺乏全球化的醫藥產業鏈。於是當時李格呢就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想要做全球的藥物研發工廠。藥明康德剛開始起步的時候，由於實力還比較弱，所以當時的業務呢很集中，只是專門做小分子藥物的研發服務。什麼叫小分子藥呢？比如特朗普天天超量服用的阿司匹林就是小分子藥。It's like bruising on your hand. Are you okay? Very good. Good? I clipped it on the tape. I would say, take aspirin if you like your heart, but don't take aspirin if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little bruising. If you take I take the big aspirin. So anyway, but that's one of the side effects of taking aspirin. 這種藥物的特點呢，就是分子結構比較簡單，藥企的科学家們呢，直接通過化學反應就可以制造出来。那麼在這個制造過程當中，當年藥明康德的主要職責呢，就是幫助那些藥企巨頭們設計和制造藥物的候選分子。比如歐美的藥企巨頭們發現人體中某個蛋白質可能會導致癌症，於是就提出有沒有一種化學分子可以阻斷這個蛋白質的合成呢？而藥明康德就負責這個化學分子的結構設計，然後合成化合物，最後測試效果。就這麼着，藥明康德賺到了第一桶金。到了2005年以後，藥明康德呢就開始快速的成長，因為這個時候有兩個巨大的時代紅利，剛好呢就被藥明康德給抓住了。第一個呢是中國工程師的紅利。醫藥研發需要大量的化學博士、生物學博士，還有大量的實驗人員，這些呢都屬於中高端的科技人才，而美國的人才是非常非常貴的。我舉個例子来說，一個美國博士學歷的實驗人員，一年的工資可能就得需要10萬美元以上，如果是在大公司工作，那一年下來都得13萬到15萬美元的工資。并且美國人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比較崇尚自由平等法治這樣的價值觀，所以管理成本呢也很高。所以這些美國員工有時候就沒那麼聽話，你讓他們無償加班，他們會直接說 no。但是中國的科研人員就不一樣了，
同樣是博士學歷的实驗人員，我查了一下，藥明康德给出的工資普遍都是2万到4万块钱人民币，就算加上各种獎金的話，一年最多也就是50多萬人民幣，折合成美元的話呢，也就是7萬多美元就夠了。并且中國的員工不光是醫藥行業，都普遍很聽話啊，加個班什麼的沒有什麼怨言。所以藥明康德呢就擁有了更低的研發成本，並且研發和實驗的質量也非常的高。因為在中國，只要能考上博士的，那都是學習能力特別強的一些高智商人才。於是呢，歐美的一些藥企巨頭就越來越願意把新藥的研發和實驗工作交給中國的藥明康德。第二個時代紅利呢，是在2001年的時候，中國加入了 WTO。在這之後，中國迎來了5000年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大量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藥明康德呢也迎來了很多的機會，所以那幾年藥明康德的成長速度非常的快。到了2007年，僅僅創立7年以後，藥明康德呢就在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了。但是比較巧的是，到了2008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機。經過這次金融危機以後，藥明康德的管理層也意識到，只做藥物的早期研發利潤很有限，天花板也不高。為什麼呢？因為一款創新藥從發現藥物到上市銷售的鏈條啊非常的長，中間需要經歷藥物的發現和分子設計、動物實驗、臨床試驗、商業批量生產，最後才能進行銷售。如果藥明康德只做第一步，那麼利潤空間呢就很有限，就很小。於是在2008年到2010年，藥明康德進行了業務上的戰略調整，主要調整什麼呢？以前的藥明康德主要是幫助藥企巨頭們研發新藥，在調整完了以後呢，藥明康德不光可以幫助研發，還可以幫助藥企建立生產線，控制藥品質量，幫助那些藥企巨頭們批量生產，也就是 CDMO 模式。到了2011年以後啊，藥明康德又開始布局生物藥領域。以前的藥明康德呢，主要是研發和製造小分子藥物，比如阿司匹林啊、降壓藥啊，或者是抗生素，這些都是化學合成的。而生物藥呢，就不是簡單的化學分子了，而是利用細胞、蛋白質和基因技術製造出來的，比如單克隆抗體、基因治療，還有 CAR 的 T 細胞治療療法等等。到了2015年，藥明康德呢開始拆分，形成了藥明系。藥明康德還是負責研發和小分子藥物的發現，藥明生物呢主要負責生物藥的研發和生產，藥明聯合主要布局抗體偶聯藥物。不同的技術需要不同的資本邏輯，比如小分子藥物的研發呢，就像現在的 IT 行業的軟件公司，更多的是需要一些高學歷的人才；而生物藥的生產呢，就像製造業，需要大量的設備。這兩種技術的投資邏輯啊是不一樣的，所以必須要拆分上市。到了2017年，藥明康德從美國退市，2018年呢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大家都知道 A 股呢它是一個融資市场，雖然對股民不友好，但是對上市公司呢很友好。所以在2018年以後，藥明康德的發展呢又提速了。在2018年到2020年的時候，藥明康德已經成為了全世界醫藥研發行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好像現在這個芯片領域的台積電一樣的作用。特別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全世界的醫藥產業突然進入高速運轉狀態，大量的企業開始研發新冠疫苗、抗病毒藥、檢測試劑等等，這給藥明康德這樣的醫藥外包企業呢，又帶來了巨大的機會。因為很多創新藥的小公司啊，只有幾十個人，可能擁有非常好的創意和想法，但是沒有實驗室，沒有化學團隊，沒有生產能力，那怎麼辦呢？就只能找藥明康德這樣的醫藥外包公司。藥明康德幾乎能夠提供全套服務，提出想法的客戶們不用親自建立幾百人的研發团隊，只需要直接把項目交給藥明康德就可以了。所以在疫情期間呢，药明康德又狠狠地賺了一大筆，收入快速的增長。根據公開的數據啊，從2019年到2022年這幾年期間啊，藥明康德每年的營業收入呢，從原先的只有幾十億人民幣增長到了400億左右。可以說，當年的新冠疫情就好像是專門為藥明康德這樣的醫藥外包公司準備的一場盛宴一樣。因為在2020年前後，由於不斷的戰略轉型和業務擴張，藥明康德這家公司呢，已經擁有了化學藥平台、生物藥平台、臨床研究平台，還有生產製造平台等等。
如果客戶有了一個創新藥的想法，假如把這個想法直接交給藥明康德的話，那麼藥明康德可以直接把這個想法一直做到藥物的商業化生產，這就是它最大的商業模式。就好比蘋果或者是高通公司專門設計芯片，然後呢交給台積電生產出來一樣，只不過醫藥行業呢需要驗證的東西更多，過程更複雜而已。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呢也進入了新的階段。除了大規模的貿易戰以外，在科技領域，美國從高端芯片也擴大到了 AI、生物技術和数据方面。隨着美國和中国之間的關係呢越來越差，美國人对药明康德這樣的醫藥外包巨頭呢也越來越擔心。他們主要擔心什麼呢？第一個就是數據方面的安全。在醫藥研發的過程當中呢，會涉及到基因數據、生物樣本、臨床數據等等。美國人就擔心啊，這些數據可能會被中國政府獲取。你想想，美國人的基因數据和樣本数据一旦被中国人獲取了，萬一中國根據這些數据制造出可以讓美國人絕育的生物武器，那可不得了。那美國人自己就失去繁殖能力了，只能靠外來移民了，对不对？然後第二個擔心呢，就是藥物的供應鏈安全。你想想，我們美國醫藥公司巨頭，如果在研發和制造新藥的時候，全部都依賴你們中國的這些醫藥外包公司，萬一以後台灣或者是南海那邊打起來，中國呢就可以掐住美國的脖子，讓美國老百姓以後沒有藥吃了，那怎麼得了？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美国的部分國會議員呢就開始公開質疑中國的這些生物科學企業，比如藥明康德呀、藥明生物啊、华大基因等等。在2024年前後，美國呢就開始推動生物安全法的落地。一開始在這個法案裡邊，由於直接點名了藥明康德等等中國企業，所以沒通過。後來去掉了這一部分，然後改成了跟國防部的1260H 軍工企業清單聯動以後才正式通過。如果舊版的美國生物安全法案直接通過生效的話，那麼就相當於國會立法直接把企業名字寫進法律條文了。只要這個法案生效，那麼藥明康德、藥明生物等等這幾家公司就相當於是立刻被拉黑了。在美國呢，會自動觸發全套的聯邦採購禁令，並且這些被拉進黑名單的企業呢，不會有任何申訴的通道。這些企業想要解除限制，那就得讓美國國會重新去修改法律條文。那這樣一來呢，難度是極大的。你想想，一個來自中國的公司，怎麼可能會讓美國的國會去修改法律呢？並且對美國本土的那些醫藥巨頭來說，比如輝瑞啊、禮來啊、默沙東啊、強生啊等等，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來自供應鏈方面的打擊。所以當國會第一次推動生物安全法案的時候，就遭到了美國眾多大型藥企和生物技術行業的強烈反对，并且你一個堂堂的超級大國，並且還是號稱全球民主燈塔的美國，竟然通過公開立法定點打擊一個民營的商業公司，這在程序上是不正義的。所以後來新版的生物安全法案呢，就去掉了這些公司的名字，然後改成了由美國國防部先來認定。只要美國的國防部把你們這些企業放進了黑名單，那麼就會自動觸發生物安全法案。到了2025年12月18號，特朗普簽署同意，然後呢，標誌着美國生物安全法案正式開始生效。在今年的6月8號，美國的國防部呢就開始行動了。美國國防部根據1260H 條款更新了名單，直接將藥明康德列入了中國軍事公司名單。這一次同時被列入的還有中國的阿里巴巴、百度、比亞迪、小鵬，甚至最近剛剛上市的機器人公司宇樹科技也被列為了中國軍事公司。美國人認為啊，药明康德參加過中國官方的科研項目，與中國政府部門存在合作，並且在未來的戰爭過程當中，生物科技啊，還有這個基因技術有可能會被武器化啊，所以那些大型的生物科研平台具有非常大的戰略價值。被美國國防部列入這個1260名單以後呢，對藥明康德來說，首先美國的國防部就不能採購相關企業的這個產品和服務了。不過這一點倒是不要緊，因為藥明康德的主要客戶呢就是商業藥企，所以影響不大。但是最大的影響呢，就是對客戶們的心理的影響。那些美國本土的醫藥巨頭肯定會想，如果繼續使用藥明康德的話，以後會不會有更高的風險呢？所以藥明康德的客戶們，也就是那些藥企巨頭們，他們肯定會為了減少風險，
以後會減少跟藥明康德的合作，增加其他的供應商，然後把研發部門呢轉移到美國或者是歐洲。當然，這可能也是這部生物安全法案最真實的核心目的。從商業層面來說，美國的輝瑞、默沙東、禮來等等這些醫藥巨頭，當然可以把這些業務轉移到除了中國以外的其他的医藥外包公司，最多就是成本高一點，質量差一點而已啊。但是对于药明康德来說，那直接就是致命打擊了。你要知道，在药明康德的所有收入里边，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就占到了70%以上啊。如果美国人不需要药明系了，那麼這家公司基本上就完了啊！這也是藥明這家公司最主要的風險。那有人就說了，美國的医藥公司如果把活都交給印度或者是歐洲人幹，那麼藥明康德也可以把業務遷回到中國大陸嘛？你看我們中國大陸10幾億人還養不起一個藥明康德嗎？啊，我說實話，有可能還真的養不起。美国和中國的創新藥市場規模相差巨大。中國呢，大概只有1500億美元，美國呢是7300億美元。普通的中國人得了病啊，負擔不起太貴的藥啊。我們国內很多窮人对待生病这件事情都有一個理念，那就是小病不用治，大病也不用治，因為小病不用治也能好，大病好不了，治了也白治。更何況我們很多中國人生了病啊，都喜歡喝中藥，吃中成藥，就連打針我們都喜歡打中藥注射液。這些中藥和中成藥在研發的時候根本不需要什麼分子設計啊、化學合成啊這些複雜的流程，也不需要什麼動物實驗、雙盲實驗，中成藥做出來就直接能吃。因為眾所周知啊，中藥和中成药沒有任何的副作用。比如上次新冠疫情的時候，大家都在吃蓮花清瘟，也沒吃出什麼毛病來。很多中國人看病啊，一般都是找老中醫摸一摸脈象，看一看舌苔，然後開個方子，抓上一把草，煮一煮就好了。你像藥明康德這些年花了這麼多錢搭建的各種大型醫藥研發平台，在中國你可能根本就用不上。就好像咱們國內好多寶媽們說的一樣，西藥啊不適合中國人體質啊。當然我剛才是在開玩笑啊，大家如果生病了，還是盡量去選擇現代醫學，不要選擇中醫啊。中醫是用來騙傻子錢的。我想說的是什麼呢？我想說的是啊，藥明康德要是離開了歐美這些醫藥巨頭的話啊，他必死無疑。所以當6月8號美國國防部把藥明康德列入黑名單的時候，藥明康德當時就急了啊。在3天以後，也就是6月11號，药明康德在美國的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提交訴狀，把美國的國防部直接給起訴了，指控美國國防部對藥明康德的認定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然後在6月29號的時候申請初步的禁令，請求美國的法院在最終的判決前緊急停止國防部實施和強制執行 1260H 清單的認定。再然後就是8月7號的時候，美國哥倫比亞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簽署命令，批准藥明康德的初步禁令申請。那這樣一來呢，就相當於是藥明康德在美國的地盤上打了國防部一巴掌，並且國防部呢還不能還手。那麼這個禁令為什麼能審批通過呢？在美國的行政訴訟過程當中，讓法院頒布初步禁令的標準其實是很高的，通常需要原告證明4點。第一，原告最終勝訴的概率更高。第二，如果不發禁令的话，將會遭受不可挽回的損失或者是不可彌補的損害。第三，利益天平呢要偏向原告。什麼意思呢？就比如果發布禁令給美國國防部帶來的損害遠遠小於不發禁令給藥明康德帶來的損害，那麼天平呢就會偏向藥明康德。第四，法院簽發的初步禁令要符合公共利益。法官博斯伯格在判詞中明確指出，藥明康德滿足了所有簽發禁令的條件，並對美國的國防部的決策呢做出了嚴厲的批評。第一，這個法官就說了美國國防部的認定呢屬於任意且無理的，還犯了數據上的低級錯誤。比如美國國防部將這個中航工業旗下的一家基金將自身資產的 5.32% 用於投資藥明康德股票的這一事實，錯誤地算成了該基金擁有藥明康德 5.32% 的股份。法官在判詞中還說，這就像是一個家庭把 5% 的積蓄用來購買某家藍籌公司的股票，你不能因此就說明這個家庭擁有了這家公司的 5% 的股權啊。
這種低級錯誤嚴重損害了行政決策的嚴謹性。第二點呢，就是美國國防部 1260H 清單的認定就像是一封紅字警告信，明確地向市場傳遞了遠離這家企業的信號。法院採信的證據證明，在6月份國防部名單公布以後，已經有北美和歐洲的客戶以及供應商直接與藥明康德取消了合同，還有的終止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並將業務轉移給了藥明康德的競爭對手。這種聲譽損失和流失的訂單呢，是後續即便贏得官司也無法恢復的，因此必須採取緊急禁令的手段。有人就說了，药明康德跟美国国防部这件事情呢，让美国人在全世界丢了一次大臉。但是我觉得從這件事情上反而可以看出來，美國這個國家的體制，它的糾錯能力是非常強的。美國和中國博弈的時候，美國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弱化中國的企業，然後尽量的把業務搬回到美国本土來。這次美國國防部公布 1260H 清單，其實本質目的呢，也不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就像那個美國法官博斯伯格說的一樣，這就是一封警告信，警告所有與藥明康德有關的企業，讓他們遠離藥明康德，從而讓藥明康德的訂單流失、收入下降，甚至嚴重的最後破產倒閉。這才是美國政府的真實目的。但是好在美國呢是一個法治国家，及時的進行了糾錯。不過各位可以想想，假如這樣的事情要是發生在中國，那就是領導一句話的事啊，不可能讓你們這些利益相關方還有機會去表達意見或者是抗議。一家民營公司竟然能把國防部告上法庭，最後還能把法院禁令給申請下來，然後法院呢還能站在公司這邊考慮問題。這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敢想象的啊！而且這樣的事情呢，會激起中國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你想想，華為是怎麼起來的？不就是當年美國人扣下了孟晚舟嗎？然後激起了全中國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瘋狂的去支持華為，然後孟晚舟事件反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操盤。中國人的脊梁骨是華為給的，你知道嗎？能讓你挺起來說話。能讓你挺起脊梁骨說話，我們欠華為的太多了。你認真的嗎？你幹啥？那藥明康德也有那方面的意思啊。雖然中國的老百姓不能直接購買藥明康德的產品，但是能買它的股票啊。藥明康德在港股的價格6月8號的時候還是120塊錢左右，現在已經漲到了200多塊錢了。美國法院公布禁令那天，甚至直接跳空高開了10幾個點，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特朗普政府畫 K 線的能力。他們不光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去畫 K 線，現在還利用藥明康德去畫 K 線。要我說，美國現在的特朗普政府，要麼是一群草台班子，要麼就是一群炒股的高手啊，反正不是一般人啊。好，今天我就說到這兒，咱們下期再見。